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下面一位啊，也是登台好几回了，这一季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我们来自东北的大齐。挺好，挺好，挺好。好。Hello， 朋友们，最后一期了，欢迎大家，谢谢大家，我大齐啊。哇，今天看起来下面年轻的面孔比较多呀，感觉好多大学生啊。有多少人大学生？鼓鼓掌，我看看。全是大学生。我今儿主要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我上大学一些被骗的经历。因为你们现在这些帮大学生啊，可能被骗会少了好多好多。因为这几年反诈宣传做得太棒了。就我现在家楼下小区都有那种横幅，说本小区陈某浏览不良网站，充值被骗2万元。这横幅一拉，你说这小区谁会不觉得被骗可耻啊？谁还好意思在诱惑面前他不三思啊？谁好意思承认自己姓陈啊？就这事儿出了以后，我当时觉得他把姓氏放那儿还挺给人留面子的。你说他要是把这个人的名字点出来，我老丈人得多难受啊！哎，现在的大学生遇到的骗局，多数是骗取一点你们的劳动力。对吧？就比如说哪个老板啊，他要说，哎，现在用人多贵啊，旁边别人就建议他说，你找大学生啊。别人要说，哎呦，现在人都不能吃苦，人说你找大学生啊。有个老板说要做一档综艺节目，需要点观众录制好几个小时没有费用，人说你找大学生啊。真是太惨了。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上大学时候遇到的一些骗子。我当时是在 QQ 兼职群找兼职。突然有一天，在一个 QQ 兼职看那条招聘信息上面写招盲人，我看这条信息时候我都有点懵了，我说招盲人，这条信息发给谁看的？我到那儿发现那一机构全是骗子，没有一个真盲人，他们打着盲人按摩的旗号博取别人同情。我说哥们儿，这有点骗人吧？这活儿我来不了，我要走。他后面喊，他说300块钱一天，提成另算，你爱干不干？我说哥。出口我怎么看不着了，哥？他说你小子行啊，你见钱眼瞎呀你。来一个，给我上岗培训，告诉我很简单，让我给别人按摩的时候记住3句话就行。说你给别人按摩的时候，你站那儿，你说硬啊哥，哎太硬了大哥，大哥你腰不好，你这个腰是我按摩这10来年遇到过最硬的。让我骗人家说身体不好，让什么加时长买药油骗人家消费嘛。培训1天，第2天让我上岗。我一小孩大学生站那给人按摩，我往那一站，我说硬啊哥，太硬了大哥，大哥你这腰是我按摩的。我话都没说，人给我打断说小伙你等会儿，我都没上去呢，摁的是床。当天晚上我就不想干这活了，我要去跟他结账，他说明天结，明天我过去找他结账。他又让我干了1天，然后又说明天结。我当时就感觉他就是能拖我1天是1天，他想明日复明日。我想的是拿完钱我就不干了，明日复明。我就在那块干了1周，这1周我就遇到了好多奇怪客人，就比如有那种特别爱占便宜的，他到这儿他说他是某点评的 V7，说要给你写个好评。能不能送他一个拔火罐？他说感觉自己最近有点火。我当时我不会拔火罐，但咱不能说不会啊。我说你这也没有火呀。我心里想的不是这样的，我心里想别说你是一个 V7，你就是7V 来了。7V 确实有点火。我在这干了1周，我实在不爱干了。我说老板，咱俩算一下账吧。他说行。你还欠我900，我说什么？他说你工资2100，但是你培训费3000。我说老板，你培训啥了？你为啥这么对我，这么坑我呀？他说小伙，我看明白了，你是不是想出去单干？我说我上哪儿了？他说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偷完师自立门户，你必须得给我再干3天，要不然我上学校闹你去，闹到学校有点太丢人了。我就又给他干了3天，
我那3天满脑子都是海伦凯勒。假如给我3天光明。3天一到，我出门就给他举报了。如果说第一份坑我这个人他的段位啊是 NPC 的话，第2份坑我那个人他就是人上人。他是我的一位东北老乡，在我们宿舍门上贴了个广告，我们寝室哥仨是看那个广告跟他联系上的。这个老乡的骗术是让我们做手工，让我们往他那个纸板上贴福字，用好多小尺寸的福字贴出来一个大尺寸的福字，贴一个他给我100块钱，但是这个福字的原材料他押金要收50。其实那原材料可能成本就3、5块，他主要挣这个原材料的押金钱，他要骗这个押金。但我当时真不知道，我心想这贴一个挣，我这一天我得挣多少钱啊？我贴1天他给我结钱了，贴第2天又给我结钱了，到第3天的时候不止给我们结钱，还请我们喝酒吃饭。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我就问他了，我说咱这福字做完给谁呀？他说给阿里，给支付宝，给支付宝送去做周边。那年我觉得有点道理，因为那年支付宝正在集5福。我说那这么好的活你哪来的？接下来那个大哥的所有的话，到我今天我还记得，我给你们还原一下。他喝点酒，他说不喝多了我都不提呀。小伙，马云知道不？我说知道哥，我发小啊。我当时坐那我听懵了，我说哥，马云是你们锦州人呢？怎么能你这口音呢？他说马云浙江人。他说小时候他爸爸带他到那块旅游，他们认识了。他说马云呢，那会儿对钱还感兴趣呢。我那天跟他喝酒，我就听他讲，我也喝得挺性情，我就把第1份啊被坑的惨痛经历给他讲了一遍。他说孩子，吃亏是福啊。他说他比我们大了不少，他也没孩子，又都老乡。他说不行啊，让我们就管他叫爹。我不知道你们什么脾气啊，我这人一般情况下不喜欢认爹。他说以后可以在马叔那块给我们安排个工作，我说那为了马叔我可以破例一个。他说以后尽量带着我们挣钱，照顾我们。说贴福的这个活马上要结束了，我说那还剩多少原材料？他说还有400多个，2万多块钱啊。我们3个大学生在那酒庄喝得满脸通红，对着手机又张嘴又眨眼睛啊。带了2万多块钱给他呀。拿了400多个福袋原材料，我们回宿舍贴了1周，贴了400多个小时，人均干了150个小时左右。我们3个那一周就是我们那个宿舍的贴福 boys。给我贴的眼睛都要瞎了。我说完了，这回真得去干盲人按摩了。到最后结果你们也猜到了，这老乡带着400多福袋就跑了，人去楼空。就到那儿，我室友都没反应过来被骗了，还学的口音呢，说爸爸去哪儿了呀？其实我今天把这些事儿讲出来啊，不光是想提醒说今天的大学生啊不要被骗，不光是这样，我更多的啊是想跟那些鸡鸣狗盗之辈对话。你要骗钱，这帮出来兼职的大学生他本来就缺钱不容易，你从他们身上坑钱骗钱，有点太没人性了吧？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有些人你明明已经很富有了，你很有钱，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了，怎么现在就想抢别人家石油呢？谢谢大家，拜拜。耶，大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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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从第1集开始就让我们观众超级喜欢，我们也特别喜欢。真的，大齐上来就很有亲切感。对，大齐。而且因为我来之前看过你的表演，谢谢。你不是眼睛要一直眨，一遍，对，这好难。眨眼睛不难吧？我觉得只要是一个有眼睛的都可以眨。我说实话，这个真挺，这个变那个挺难的那个。这不难，这有手就会，有手就会。你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体验了这么多兼职？
上大学那会儿，主要是想体验一下自食其力的感觉，所以才兼职一下试试，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存活下去。有这个好奇心，就被骗了嘛。大齐除了说被骗，他自个儿干了3个这个俱乐部了，全倒了。我不说他是倒了，我之前说过他叫更新。更新哦，对，更新了，更新了。得这么安慰自己啊。戚薇老师，之前想过什么兼职的事儿吗？打工啊或之类的，好像没有。我就是在，大学还有半年要毕业的时候去参加了《我行我秀》。那不干成主业了吗？这一下就。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想嘛。当时我和我当时的男朋友一起打印资料，报名了海选。哦。然后我会觉得，可能他中的几率比我更大。对，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参加海选。如果你进入杭州赛区多少个，你就可以去上海，相当于。然后晚上7点钟你会接到电话，如果7点钟没有接到电话，就说明你被淘汰了。当时7点钟，我跟我男朋友面对面坐着吃饭，我当时就想好，我想说没关系，他去就去好了。然后呢，结果7点钟。他没接到，我接到了这个电话，他没接到。后来他就送我去上海，那是我跟他见的最后一面。哇！他这2年在上海开炸印店，然后那个，对，赚的也还可以啊。大齐这一季，谢谢您。感谢您的精彩表演。下面这一位非常的可爱，也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就是我们可爱又迷人的后本。可爱。大家好，我是后本 ，I come from 四川南部县。今天是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期了，还真的是有点舍不得大家。我很幸运，在这里认识了你们，还有坐在后面那些朋友们。最重要的是，认识了这个节目的投资人。凭我的表现，相信下一个节目的邀约应该会多的我选不过来吧。没错，我可会社交了，尤其是向上社交。我18岁的时候勤工俭学，在四川老家一个冒菜馆子里面打工。年纪轻轻的我，为了成为老板的心腹，其他临时工都是按点下班，我是按着老板不让他下班。我让老板留下来陪我一起削土豆，我就是最早的南方小土豆。听得出来啊，我是削土豆出身的，爸妈呢也就是工厂里的厂哥厂妹儿，家里没什么钱，拿的是标准的苦情剧社会螺丝钉剧本。为了让我爸妈更辛苦一点，我大学还考上了最烧钱的导演专业，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更不富裕啦。但是我发现我大学室友家庭条件都很不错哦，他们都是那种家族产业啊，有物流公主，鲶鱼大小姐，还有工厂千金，还有我土豆杀手。但是我一点都不自卑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我家穷，全寝室比穷我就没输过，有什么好自卑的？毕业之后呢，我就开始做账号，火了。粉丝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我拍的是抽象搞笑的视频，对我的社交形象就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然后其中有一条评论很扎我的心，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他说：“同学说我长得像后本。”我搜了后本的长相，我发现我天崩了。我也懵了，一时之间我不知道我该安慰你，还是该安慰我自己。
你上大学你才知道你天崩了，你姐我可是天崩开局。这种评论呢，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么为了提高我的荧幕形象哈，我就开始跟一些漂亮的男生女生玩。我没想到他们不仅漂亮，还很年轻。为了融入他们，我晚上蹦迪，早上回家。我是一个熬不了夜的人，我就硬熬。没办法，这种局你要是连续3次都不去的话，直接被开除。在被警告了2次之后，我主动退出颜值圈了，因为我头发真的顶不住了。我怕我还没出道，我就要先出家了。但是这种类型的社交还是让我认识了很多人，很多帅哥，从来不结账。那段时间的社交怎么说呢？财色两空。尽管我连他们的手都没有牵到过，还是迷失在了这个花花世界里面。我感觉我自己就是变得很不真诚了。那段时间也就影响了我的一个工作状态，因为之前我拍视频就是，Hello， 大家好，我是后本。然后，跟他们完了之后，我拍视频就是，大家好，我是后本。然后我的摄影师，我的搭档小翠儿就看不下去了，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后本，拍美女我另有人选，请记住，你的美丽源自于你的幽默。”我顿悟了，原来也不是你朋友圈全是帅哥美女，你就是美女了。我就总是追寻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身高。瓜子脸，小鹿的大脑，而忽视了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自信，我，奥黛丽·赫本，我始终相信，自信、真诚是必杀技。谢谢大家，我是。谢谢，谢谢。你是为什么要去那种你不喜欢的那个局啊？仅仅因为他们是一堆所谓的帅哥美女。对啊，帅哥的邀约我怎么会错过呢？当然美女也是了，美女也是了。我也听着就累。多累。哦，那是以前，哥，那是以前。对，做自信的自己。对。我们都知道后本是自媒体博主，你的职业可能就是说。永远都不太确定自个儿的这个工作的这种稳定度，确实很没有安全感。因为真的很焦虑，因为他永远要，比如说拍了很多视频，有一个火了之后，那个巅峰的那一刻永远不能享受，因为他要想下一个我怎么超过这个，或者跟这一样。流量焦虑。是的。其实我发现啊，看到很多做喜剧的人，就给我们的表现都是很开心，然后给我们所有的能量，哈哈哈哈哈。我在想，真的是每个人都是这么开心的吗？那肯定不是啊，而且每个人把自己的伤疤放进你的稿件里面，然后逗大家乐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喜剧演员是很开得起玩笑的。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就是重重的开玩笑，或者你说他真的会不介意？所以我想问的是，你做喜剧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完全开心的吗？没有，创作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因为确实是你要跟一群喜剧人玩，会比较好玩。但我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些可能不太好的那个东西，但是其实是想要有勇气告诉大家，其实这没什么的，你看我都挺过来，可以继续开心去面对这些。所以想传达的就是大家不用害怕，开心就好了。对，谢谢你这种精神啊。其实大家就是都是这样的，因为做喜剧，我觉得做很多行业都是这种。成功意味着什么？成功对于我们的想象来说，应该是开心。然而我们人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当你拥有了一切了之后，你还想要更多。你觉得这远远不止一切。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有真正的那种所谓的快乐。我们可以避免碰见痛苦，是不是？有很多难过的事儿，我们尽量去避免它，但是我们保持这个乐观的心，保持永远向前的步伐就可以了。谢谢。
后本。后本的段子会，有的时候也是对他有点感觉心疼哈。但是我希望他能通过在舞台上讲述这些事情，能够让自己一点点去跟这种感受共处。所以我也希望他以后能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能够继续讲下去，然后把它变成抒发自己内心情绪的这么一个舞台。那么下面一位是来自我们的旅游博主，他就是我们的张美楠。我特别期待上的收官战这一季的最后一期，我希望给自己一个完美的结局。今天能够上的都是战士，我是张美楠，跳而不骄，火而不燥。Hello， 大家好，我叫美楠，欢迎你们。前一阵子去那个上海迪士尼玩一个项目叫飞越地平线，5地看世界名胜风景。看到一片这个彩色清澈大海的时候，我旁边那个女生问她男朋友说：“这是哪呀？”她男朋友特别自信说：“三亚。”我实在没有忍住啊，我说这是斐济。她男朋友可能觉得自己特别没有面子，跟我对峙，说三亚在哪儿？我说海南。他说是海南大还是斐济大？我说海南大。他说那不就得了？我说哎，怎么输了呢？那不就得了，就代表我输了。输哪儿了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太好用了，以后谁再问我说你觉得你好笑吗？我说你觉得周奇墨好笑吗？他说好笑。我说那不就得了。得了，这个好，这个好，学会了。我其实平时出门挺自信的。我有一次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旅游，参加那个泼水节，知道吧？我去之前查了一下攻略，说那个当地村子里泼水节啊，比景区里边更正宗。但是到那我才发现，当地村子里泼水节啊，它不允许外地人参加。我说那咱们出来旅游，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文化和习俗。既然人家不让外地人参加，那咱们就冒充本地人。咱们穿几套当地的衣服混进去不就可以了吗？是吧？但是显然我没有搞清楚啊，什么样的是傣族人，什么样的是泰国人。当地人穿的那个衣服特别简单，特别朴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租的衣服啊，就那个姑娘穿金戴银，头上会顶大金字塔。我穿上金字塔就去了。但是当时觉得自己太帅了，我可太自信了。我跟我朋友说，肯定带你混进那个村子。刚到村口就被那个保安拦住了，说外地人不让进。我说我们几个都是这个村里的人。他说捆白脑白好们的里。我说哎，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外地人不让进的意思。我想狡辩一下，我说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穿着，一看就是本地人。他说如果不是这个穿着，我也没有办法这么确定你们是外地人。后来他问我说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张美楠。他说这个村所有人都姓玉。我说那不就得了。所以我不是这个村子的。我能进去吗？他说捆白no behamdly。我说 you are welcome。进不去。但人呢，在做坏事上不知疲倦。我看到一个攻略上说，你穿过村子旁边一个小树林，翻过一个围墙，到一个农民家里，
跟那个农民说放我出去，也能进入那个村子。我就带着我的朋友，你知道吗？穿过一个小树林，翻过围墙，掉人猪圈里了。这个时候从屋里边走出来一个大叔，你知道吗？看我就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刚要说话，我那几个朋友陆续跳进来了。我就觉得大叔肯定误会了，我赶紧跟人解释，我说大叔你好，我叫玉美男，我是外地过来旅游的。我说您怎么称呼啊？他说他叫玉教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叫玉教胆。我说这不巧了吗？咱俩都姓玉，还是本家，以后你就是我爹。大叔说你也不用这么客气啊，他说你们可以进村玩一会儿，来一趟也不容易，但是一定要保持低调，别太张扬。我说好嘞。进村之后也真的想保持低调，但是那个衣服也真的不允许，太扎眼了。我们几个一进村好像去自首了一样，所有人看我们看脏东西一样，你知道吗？那个村民经过我们的时候都在那说，Kumbano， Kumbano。我说你给我站住，我们不是外地人。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个 Kumbano 是外地人的意思？我说因为 Kumbano by Hamdingli。他说哈托。我说你也不要再说。我们本地人会的也不多。其实原来没有什么问题，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因为那个村子当天啊，有一个外地的考察团也去了。那个考察团一进村啊，把我当成本地人了。他过来问我说：“小伙子，你们这个村子大约有多少人口啊？”我说：“有多少人口我确实不清楚。”但是你给我记住了，这个村子所有人都姓玉。他说你是从这儿出生的还是后来过来的呀？我说我也比你早不了多少。后来村长就带人来了，村长也没有把我们认出来，以为我们是考察团的。那个村长说：“这个小伙子，你觉得我们这个村子怎么样？”我说这个村子挺好的，就是进村有点太难了，路不好，能把你们村子周边的那个小树林都修一下吗？后来那个考察团说让这几个人介绍一下这个村子情况吧。村长说：“这不是你们的人吗？”考察团说：“我们不是一起来的呀。”我说：“咱们不是一起来的，而且咱们肯定也不能一起走。我们现在就走。”村长送我们几个还出村，到村口又被那个保安拦住了。他明显有一点点懵了，你知道吗？上来就问我：“你是怎么进去的？”我说：“叫爹。”他说：“你再说一句。”我说：“我真是管人叫爹才进去的。”解释了半天，放我们几个出村，换了几套当地的衣服。我说：“这样，他们那个村子一共有4个村口，我说咱们换一个。”到了另外一个村口，又被保安拦住了，上来就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哎呦，我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呢。我叫玉美男。我爸叫玉教胆。”他说他爸也叫玉教胆。遇到人生儿子。我说这不巧了吗？我亲哥哥。我没有想到他儿子在那执勤，跟他解释了半天，说刚才从你家猪圈里跳进去的，进村了，能放我们几个进村玩一会儿吗？但是这个小哥哥人也挺好的，说你进村去玩一会儿吧。但是进去之后，我发现一个大问题啊，我们一共去了6个人，我们那几个朋友啊，存在感他太强了。破耳一开始后，我就发现啊，当地人啊
泼的是文化，泼的是祝福。那几个朋友泼的是尊严，他胜负欲极强。当地人在泼水上是放着音乐的，载歌载舞的，非常文明，非常有礼貌。泼之前会祝福您，你知道吗？祝您来年发大财，轻轻的泼一下；祝您身体健康，轻轻的泼一下。我们那几个朋友啊，眼睛都不睁，口吐芬芳的，哎，来。给我看傻了都。我说你们是不是疯了呀？你泼人家考察团干什么？但是我确实羡慕他们那个状态，你知道吗？太自信了，真的太自信了，去哪玩一点不要脸，但是他们真的很快乐。我们有时候其实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根本没有人在乎你。就算是别人说你，不管他说什么，你就说那不就得了。后来我们几个就出了那个村子，碰见了几个外地人，过来咨询我，说你们是怎么进村的？我说你给我记住喽，你姓玉，你爸叫玉美男。谢谢大家，玉美男，谢谢。玉美男可以哦。就是咱们最后一期，就是大家都感觉拿出来自个儿那个特别夯那种段子来讲哈。我感觉他讲了一集情景喜剧。哎，刚才我们觉得又学会一个人真理哈，就是那个那不得了吗？这个很好，太好用了。然后就是哪儿都不挨哪儿就愣说，说你看过不好笑就入街头吗？然后人说没有啊。他说你看过那个喜丹跟脱友吗？说看过呀。你知道周星驰吗？知道啊。那不得了嘛，是吧？这太好用了，我人间京剧。你是一个怎么着？就是说发生了一些事儿之后，你就是会把它串成一个特别长的一个线，是不是？基本上就是这里边有一件事你印象特别深刻，回来就想把它写成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确实是跳墙进去的，跳人猪圈里，那个大叔跟人解释了半天，我们几个人。猪圈是真的，居然是真的。猪圈啊，那就没有什么是编的了。这个里边可能有些对话是我自己想的，但是所有的情节都是真的，包括考察团。我们最后被发现是因为人家考察团最后要合影，那个凳子上都有名字，没有我们的名字。哇塞，可以！你为什么能碰见这些事儿？你说。因为我自己出去旅行的话，我不太现在喜欢去那种就是大众常去的地方。去云南玩，我就经常去一些小的村庄，比如说今天就想去人家家里吃饭，我就去村长家里吃饭去。所以你在云南没怎么被拒绝过是吗？没有被拒绝过，都很热情。之前不是说那个哈尔滨对那个南方小土豆儿也特别好吗？对，就是那种感觉。大家来看外边来的朋友，只要不是太麻烦，都愿意招待。哎，其实美男每回并不是带来就是说仅仅是特别精彩脱口秀，还有那种特别实用的那种旅游的小 tip。太好了，谢谢，感谢美男。他的这个段子内容啊，就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想说他后面应该怎么走呢？结果又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东西。我没有见过这么持之以恒，就每一期就是讲旅游，就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专讲旅游的这么一个演员。行嘞，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我们不好笑，就路途街头。下面是我们最后一期的最后一个节目啦。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掌声尖叫献给我们最后这位朋友，他就是我们的记者。我的最后一个舞台，想给自己一些正面激励，分享我这一路的一个经历，总结一下我这一季的心路历程，然后谈谈我的一些变化。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掌声尖叫献给我们最后这位朋友，他就是我们的记者。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陪伴我们这一季，
最后一期了，能允许我向大家要一个掌声，送给我们在座23位表演过的演员朋友们。对，不容易啊，坚持了1整季。哎，我们23位演员也给观众朋友们鼓鼓掌好吗？真的，他们也很辛苦，感谢你们。他们平时就是这样在后面带掌声的。聊一聊我最近1年的变化吧。其实我去年我也去了斜对面那个脱口秀的比赛节目。淘汰的很快，淘汰完之后，我自己心里也开始产生一些变化。我有时候在想，其实赢没有这么重要，就你比来比去，比到最顶又能怎么样？你看李诞，我们还在那一轮一轮的比，对吧？说我这个梗牛不牛，这个梗脆不脆？人家卖的就是牛脆脆，有什么可比的，你知道吗？但是去年淘汰的很快，确实1整年演出都没什么人认识我。我们在外面演出，老能刷到一些小某书上的一些评价，一些 report。我这个人比较敏感，我看过最多一种 report 是这样的，他说能不能不要再请鸡翅这种小咖了，给我看困了。我就喜欢看那种大咖，看那种周奇墨、小鹿、翟佳宁那种大咖，看完之后1整夜都兴奋的睡不着。我有时候在想，这个咖该不会是咖啡因吧？真的，脱口秀跟咖啡很像的。就咖越大，你越兴奋。像我这种小咖，你总感觉那个味道不对。就你拿我尝了一口，你就感觉这个咖味不对啊。其实没什么人喜欢小咖了，真的。哪怕是我们平时最常喝那种就是9块9的那种品牌，我就不方便说了。小确幸。哪怕是那种小咖，上面印的脱口秀演员也都是大咖。小确幸上面印的什么？小鹿。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分这么多大咖小咖，对吧？就咖啡最大的功效就是让你睡不着。你看了脱口秀大咖睡不着，你看了我，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好笑，我也要露宿街头。你们今天晚上睡得着吗？睡不着。但睡不着不要紧，喜临门能帮到你。你再精神，你也受不了喜临门呼呼智能床垫。你一躺，睡感透气舒压，像海浪一样轻轻拖着你，让你呼呼任性睡。谢谢，谢谢啊，念到商务了，这个节目是好啊。其实我今年来这个节目之前挺犹豫的，因为我是一个广东人，我们很讲究那种吉利。这个节目的名字其实不太吉利的。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把惩罚写在节目名了。哎，不好笑就露宿街头，那好笑怎么办？我有个朋友，他说好笑的也不在这里。我说，已经绝交了，朋友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跌宕起伏。录到第1、第2期的时候，大嘉宾是赵露思老师，我当时心想这节目得大火呀。录到中期，宋木子来了，我说是不是前面2期太火，把这整糊了啊？怎么录到中间就宋木子了？后面得给我们送啥呀？该不会录着录着，吴鼎坐上去了吧？但这个节目里，我其实过得挺好的，因为不比赛你没有什么压力，而且说的很多露宿街头，其实在我眼里不是惩罚，就是奖励。上次带我们网吧包宿，哎，你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世界能有多么奇幻，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9年前我19岁的时候，我在那个大学的舞台上，我甚至弹唱过大老师那个《静止》。对。但我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就9年后的今年的某一天，我竟然能和大张伟老师在那个网吧里面一起打游戏。就鸡翅和大张伟在打吃鸡，大张伟那天晕3D，你知道吗？大老师还问我打哪个，我说那个一起来。打。这就是我被淘汰的原因。
那天不只跟大老师打游戏，那天跟我们一块儿在网吧里打游戏的还有易立竞老师。真的，易立竞老师年纪也不小了，染上了台球跟吃鸡。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位老师在网吧里让我们教他打游戏。真的，我当时那个场面特别幻灭。我一晚上在那个网吧里，我一直喊，我说老师来了，老师快跑，给老师搞把枪。朋友们，我这辈子没有在网吧里喊过这么多声老师。我一般只要一喊老师来了，同学们就快跑了。当然那天周奇墨老师也参与到了这个游戏里面。当时我在想，周老板你能打懂吃鸡吗？也是不负众望啊，在一番交战当中，周老板将我当场击毙。而我的好兄弟吴鼎马上就跑过来了，开始舔我的包。当时怎么说呢？就一边舔我，一边舔周老板。枪法是准啊！接着就缩圈了嘛，一帮人嘻嘻哈哈，把我留在原地，喊着就进圈了。我说这缩的是什么圈？该不会是娱乐圈吧？吴鼎舔着个脸就进去了，就。哎，我真的很羡慕那种打比赛能赢的人，因为我这辈子就没怎么赢过，其实一直都在输。我还记得去年在斜对面那个节目里，最后看了那个广智哥夺冠，他当时夺冠的时候特别酷，说了一句：“我到长安了，谢谢大家。”底下都沸腾了，都说想摸摸他的奖杯。我在这里录节目也录了3个月了，我前2天我在朋友圈里发，我说我到长沙了，没有人要摸我的奖杯。我妈让我茶颜某色搞2杯。我真的搞了很多茶颜某色回家。那天晚上怎么说呢？整个广东的一个小家庭里面，一家3口全都睡不着，太兴奋了。我当时看着那个奶茶，我说这个奶茶里面也没有多少咖啡因了。我妈语重心长跟我说了一句：“记住，小咖也是咖。”比赛又要开始了，希望大家都能打赢自己人生中的比赛。我到长沙了，谢谢大家。哇，气质太酷了，而且每一场都演得非常好。对，尤其是那一期。无名指，他一共说了4回稿，我记得倍儿清楚，对吧？对，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然后就是感觉这个人啊，能一点破事儿就能越写越多，越写越多，越写越多，越写越多。我觉得我们几个要给你鼓掌，了不起！谢谢大家。你演得开心不？每一次上台？开心，后面越来越开心，因为第1期真的很拘谨，很紧张，有一点啊。对，我觉得这节目也是让我慢慢能适应在节目里讲脱口秀那种状态。我有一阵子感觉不比赛也挺好的，就因为比赛的时候大家竞技感特别足，是，大家就很追求去分享观点，然后在一个这么多观点的时代，大家还能上来讲讲趣事儿，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挺棒的。对。鸡翅说那个不比赛挺好，我发现不比赛大家一点也没有松懈。对，每个演员站台上还是有很强的那种，他不是跟对别人的好胜心，而是对自己的，所以还是在尽自己全力去展现高质量的演出。其实演员一直在自己跟自己比赛。对。咱节目不比赛是一个新的突破吧，比如说鸡翅这种，他在那个2个比赛里就可能挺失望的。比赛他那个赛制会客观的，就会让很多人没有机会来得及再次证明自己。然后，所以我感觉咱们这节目这个不比赛的形式功德无量。我相信咱们下一季那节目那个地方会做更多更优秀的演员来参与到这种形式来。哇！这个话呀，听上去很对，但是他非常损啊。他说下一季会做更优秀的演员。也不说我都没发现，下一次还有很多跟他们一样优秀的演员。我们下一季会更优秀。然后那个鸡翅，你要自信一点，不用想那么多，也不用害怕比赛，你就好好分享就行。因为对于我来说，脱口秀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就是如果生活之中碰见了很多就是
相对来说痛点呀，难以就是释怀的事情，然后平时老说要往好处想，但是脱口秀总是能往好笑处想，就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因为那么多事情它不会变得多好，生活不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如果你能把它变得更好笑一些，然后你就能原谅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脱口秀是非常了不起的、有功德的一件事情。希望坚持下去。谢谢，谢谢。鸡翅呢，它特别能代表当演员还没有什么曝光度、知名度的时候的那种心态。就是那种小人物，我就是想要改变我的命运。他能力非常的厉害，鸡翅应该早就明白这事儿了。就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比一个失败的人失败的次数多，因为他失败过很多次，他才成功的。希望反正就是越来越能让大家看见鸡翅的伟大吧。就是这样。今天很多这个新人演员都给我们做了很多特别了不起的演出，而且我觉得虽然是最后一期啊，但是我觉得演员们今天上台是极其的有一种亢奋，对吧？对，我作为观众啊，我也看过线上的，线上我会像大家一样一起追，但是我到线下来看，我还是觉得对我的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到现场去直接感觉到他们给你的那个冲击力，它可以给你融入的更好，我觉得那个会更感动我，会更打到我。太对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让别人笑，是怎么样就能笑的最多？标准就是别人笑你就笑。哦，你明白吧？在一起。对，因为是一堆人在乐，大家去剧场一块看的时候，感觉哇，这个世界是活的。有这么多人还会跟我一块笑，然后那种感觉非常感动的，其实很美的一件事儿。希望各位去线下多支持他们演出，谢谢各位的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那么呢，大家辛苦了，新演员辛苦啦，观众朋友们也辛苦啦，我们也辛苦啦。在节目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就是希望各位能够一直走上更美的花路，更了不起，每天都是前途似锦的。来了，今天我们的掌声。二幺一二幺，当自己小的冰大伙儿，一二幺，从别的然后有变化，然后把腰去站在多高吧，然后双手一个对等下来找人给单手的心，小花。谢谢各位，谢谢西薇，谢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这一季不好笑就入不街头演出就到这儿啦，谢谢大家。那么呢，各位的那个小纸牌对不对？可以给我们写出我们这一季的祝福，帮我们打上你的分数，多少分？10分。多少分？10分。10分。100分。100分，打出你们心中的分数感。打花啦！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哎，收官了，来这节目带了不少好段子，走了我得看看能薅点啥走啊。这纸巾盒我得带走。薅羊毛呢？是啊，周老板，其实我最想薅的是您的灵感，可惜带不走。我的灵感带不走，但我有一个灵感提纯神器，你可以带走呀。长康100%纯芝麻油。我知道，它跟别的芝麻油很不一样。你看咱写段子哈，废话要是多，梗就不响了。它配料表就一样，100%纯芝麻，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从来不是靠花哨，而是靠纯正。好段子是这样，长康更是这样。所以好段子就跟好油一样，纯的才能留得住。对，这就叫专业同源。段子要准，调味要纯。行，就它了。收官礼物我打包带走。
亲爱的演员们，这是我们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最后的大礼，哇，好漂亮，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就是咱们第一次露宿街头的地方。咱们从冬天录到夏天了耶。因为这个季节正好开始露营的时候，咱们节目结束了。好嘞，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我们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第1季收官啦！优秀的表演离不开背后的支持，感谢一路陪伴、见证所有新人演员成长的品牌金主们，干啥都先上咸鱼，感谢神奇的咸鱼。呼呼任性睡，怎么睡都舒服。感谢喜临门呼呼智能床垫，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感谢纯粹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感谢喜之郎果冻，连接你的热爱，买票上大麦。感谢大麦演出。谢谢以上品牌金主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今儿特别的神奇，没有任何的差评，那些差评全给撕了。感觉好多差评。我这第一个5星好评，看完小象的演出特别舒服，幽默干净，又能感受到坚韧不拔的力量。小象，你一定会成为大象的。鸡翅，你的收尾太炸了，它是炸鸡。我这里也有一张5星好评，看了大齐的线上演出，特意来的，真是挖到宝了。这个 ID 叫娱乐圈小天才，我回去关注一下娱乐圈小天才。这个是送给所有演员的，所有的演员都非常的稳，简直是爆了爆了爆了！祝各位朋友们都越来越好，狠狠的期待下一季。谢。下面就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咸鱼，送上我们这一场的结果。鱼头人来啦！哎呦！咱们这一季的大目标，各位还记得吗？记得。整季的10场演出呢，平均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人员解锁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的线下演出。那我们有没有圆梦呢？我们最后一期的分数是多少呢？你们猜一下。88、92。92吗？92。我觉得咱们这次应该是可以解锁这个最终巡演的，因为我们前面有几期分很高。我对大家还是很有信心的，肯定没问题。肯定还是有点紧张的，但还是希望有个完美的结局，给自己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前面的满意度啊，84%、68%、84%、67%、85%、93%、86%、65%、85%、92%，平均是多少？81%。我们全员解锁，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线下演出。欢迎大家上大麦，支持咱们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全体新人演员线下演出，看演出、逛展览、追赛事，买票认准大麦。那么，既然咱们完成了咱们的大目标，那么下面就是我们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颁奖环节就要来了，同学们！而且我们这个奖叫做一辈子的荣誉。一辈子，真是一辈子！哦天哪，给被子！哎呀，一辈子荣誉，这一辈子。因为这个颁奖词呢，是你们中任何一个人写的，给他写的。哦，跟咱们之前呢毕业写的这个同学录是一样的。那么前面4句，看能不能猜出来是谁。
那么第一句是这样的：你可以质疑天一的段子是谁，但千万不要质疑天一的穿搭，因为段子还有上升空间，但是穿搭他已经尽力了啊！获得的是最在意穿搭奖。这纯在意啊！也不是最佳穿着，只是在意，只有他自己最在意。天一老师每次搭配服装会花很久时间，他最在意穿搭，真的是用心在调配。对，你看这天天穿皮裤衩能是一般人吗？脱口秀最重要就是帅啊！帅！第二个真要猜一猜了，靠自身实力在体育馆。我看一眼，这都什么词儿啊？将双翅目环裂亚目幼虫模拟的惟妙惟肖，就蛆，就是蛆啊！哦，张美娜，所以我的奖是蛆奖，区小奖。所以你的奖，你是孤勇者，雇佣者奖，你一定会破茧的，成仓。升舱了是吧？就是这意思。来，升舱吧。感谢各位，感谢节目组，感谢我自己啊，不容易，这都是一步一步爬出来的。一步一步向上爬。感谢你，谢谢。好嘞，给他一个支点，他能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睡眠，这是什么玩意儿？楚哥只要没有镜头就睡觉。大汉吧。楚哥睡他就睡，楚哥发呆他就发呆，这两个人一个困一个乏，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打盹。大汉获得困秋乏奖，楚哥荣获比利大小睡奖。先有请我们的楚哥。楚哥。从清晨到日暮，从棚内到户外，他用打盹诠释了只要心中有床，哪里都是天堂。是谁写的？我写的。他哪个时候就突然就睡着？那一瞬间你已经崩溃了。你说这都能睡着？任何时候。录真人秀他也睡觉。录真人秀我没睡，我有照片为证。因为我确实来这挺疲惫的。家里俩孩子呢？俩孩子上着班呢还。对，所以说我就经常坐在最角落里，然后就睡觉休息，然后很多镜头都是大家推给我的啊，感谢大家啊！来这里感觉对我感觉就是像梦一场吧。哎呦！好，谢谢大家。楚哥。就是可能也上年纪了，确实比较疲惫，也不能算睡觉，因为其实没有真正的睡着，就是闭目养神。是一个独辟蹊径啊，这条路线很难解啊，不过还是被大汉挤进来了。大汉来了，困秋乏。谢谢大家，楚哥，要跟你分开了，我怕没有好的睡眠啊。经常给我打电话吧，反正谢谢大家。最后一期炒 CP 啊！楚汉之争嘛，这。然后举起无名指，跟世界说 Yes I do。鸡翅吧！恭喜鸡翅获得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最无名奖。来，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喜欢自己的观众，谢谢大家。太好了，谢谢，这是这句话。当无名指这篇稿子也发挥得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此生无憾了。如果你是跟无名指的话，这个世界肯定会有人在乎你的故事，会有人记得你的名字。到现在我感觉就是有个交代了，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已经给你们说完。反正不是要巡演吗？我们在剧场欢迎大家光临。
我觉得节目组很用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奖，节目组也希望每个人都会被大家看见。我跟所有人都在快乐的环境下一起成长，我真的有一种家人的感觉。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越来越好。作为一份子，我会觉得很骄傲，然后还想接着做梦。接下来颁发微博与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共同发起的特别奖项——笑街最高人气段子手，他就是大吉。感谢微博给我的这个荣誉，也感谢节目组让我能来这儿，有了一段很棒的体验。在这块玩的录的我都很开心，就是越来越喜欢这儿了，越来越舍不得走。目前能给自己编段子，幕后能给其他演员支招。谢谢你用一字一句帮我们编织了未来。恭喜柳三变荣获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笑街慈父奖。来，有请慈父来。我快40了。从小到大，我看了很多选秀综艺啊，包括最近也看了一些脱口秀相关综艺。然后他们在录制结束的时候，总会说：“属于他们的夏天结束了。”我以前很羡慕他们有属于他们的夏天。希望这一次属于我的夏天开始了，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揭晓我们的巡演海报。哇！这个感觉太好了。我觉得那一瞬间有点热血，这时期的表现感觉好像都一下贴在了墙上。我能够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出大家在这个行业里面对喜剧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一些憧憬。挺有奔头的，看看又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了。我会永远记着这个节目，以美好的记忆。我非常开心能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春天，我也希望行业也在春天，然后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夏天的时候迎来属于自己的绽放。我希望，不管我们现在处于自己喜剧发展生涯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能够一直都这样单纯的抱着一颗想逗别人笑的心，去触达到你最想触达到的观众，去看到你在线下的舞台上尽情的绽放。希望各位可以不惧风浪，不听任何流言蜚语，能够忠于自个儿的坚持与美好。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都很棒，多多给到脱口秀演员们一些鼓励。不要内耗，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成功！第一季笑街暂告段落，让我们的快乐和热情永不打烊。再见了。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欢迎来到露宿街头也要笑。先来玩一个游戏。你不会写词啊？雍正 WC 是啥呀？什么雍正 WC？ 雍正王朝？哎呀，雍正王朝是陈道明主排的。那是唱戏。对不起，唐国强老师。露宿街头到这里就结束啦，杀青喽！这一季真的非常非常开心，还是蛮多回忆的，学到了很多东西。露宿街头也要笑，我们永远爱笑，拜拜，拜拜。不好
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六中午12点更新 ，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六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二、周三12点免费观看 ，SVIP 用户每周日加享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一至周四不定时掉落笑街微博精彩花絮等你来看。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告别这个场地了，还有点不舍呢。希望各位都能够从容的燃烧，坚持下去。挺好，这大家海报，跟这儿也相处2、3月了。哎，希望大家的段子都不要被辜负，希望大家都被更多人看到。拜拜了，谢幕。再见，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会越来越好的，脱口秀棒棒哒！我们下次再见。